川普不演了，我就是国际强盗。普普会背着所有的盟友跟俄罗斯密会，而且他没有公布协商的内容。请问这不是雅尔达密约？什么是雅尔达密约？所以如果川普花半年就可以把乌克兰彻底的卖掉，那台湾呢？我觉得现在整个岛上最牛逼的政治家是陈之汉。这个岛上面多少年，大家不能说自己是中华儿女。现在他把这个恐惧给破掉了，而且你只要接受这个身份认同，你就一下变成了全世界最强国家之一的国民。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历史哥李一修。大家好，我也是来自宝岛海南的陪你一起看事的王骁，欢迎来到视频播客宝岛连线。哎呀，大家好，我们宝岛连线又回来了。最近比较忙碌一点啊，所以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我们呢会尽量的认真来更新。我知道大家敲也敲很久了。其实刚才在开录前，我跟王骁已经聊了40分钟有了。这个在我的直播上面截出来已经是一集了。对，我们这天南地北聊的各种东西都能聊哈。我只要是跟你把这个电话打起来，反正这个话是不会断的。对对对，下次我们可以直接聊个1天1夜，然后让他们去剪个100集出来。哎，我觉得可以哦。我们挑个平日晚上我的直播时间，那一集就专否王骁啊，我们就找个议题来聊一下。因为最近其实国际议题非常的多，那国际议题又跟两岸议题、跟台湾内部的一些议题又有很高强度的结合哦。当然大家也知道，现在全世界上到处弄事情，当然就是川普、特朗普啊，最新力作来了一个双普会，川普会普丁，所以普会到底会了什么？它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那这个转折点对于台湾、两岸、中美之间有什么影响？这就是我们每一次在岛岛连线里面想要跟大家讲的，这是一个抓手。所以这一集我们就打算从双普会来切入，最后我们再把世界线做个收束啊，来完成一个经典的岛岛论坛的结尾啊。当然，双普会的问题，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国际专家来跟我们讲一下，双普会到底这一次是什么样的状态？怎么突然嘣了一下，两个人就见面了？说哇，卓有成效，但什么合约都没有签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回头呢，乌克兰愁云惨雾哦，那到底又怎么回事呢？我先帮大家介绍一下吧。我觉得很好啊，岛岛连线介绍一下这个普会谈。其实应该是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跨越了很长时间后第一次有效会谈，但是这个会谈本身可能跟我们从会谈中间得到的东西，可能它还是有区别。之前特朗普不是有一个竞选承诺嘛，就是说我一上来，没有人比我更懂俄乌关系，我上来24个小时就可以让他们停火，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竞选承诺。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特朗普一直以来是怎么样论述俄乌停火，他一直以来强调的是民主党给乌克兰花了太多的钱，导致美国国内没钱，美国的治安崩溃，导致边境。所以你要知道，你把他拉回来，他其实是在应对国内议题。那么好，他在上台以后迟没有办法让这场战争在24个小时内停火。哎呀，过了多少24个小时了？现在已经8个多月了，对吧？所以对特朗普来说，宝宝着急啊。所以呢，他派出了他的特使，就是他的这个高尔夫球友，一直在前线，动不动就跑到克里姆林宫去跟那普京聊一聊，是吧？聊领土，聊怎么样子停战，等等。突然两个人聊通了，说那就见一面吧。所以呢，就在8月15日，普京、特朗普一起飞赴到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就是我们大陆前外务办的杨主任和王外长一起去安克雷奇，跟当年的美国的国务卿大战了一回啊。在那边他喊出了非常重量级的一句话，就是美国，你现在从实力的角度出发，你不要对中国说3道4。那么也就是说，安克雷奇在外交上面被赋予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是这个地方可谈，但是同时呢可打。就是如果谈不好呢，问题不大，不要把它拉到华盛顿去，也不要到莫斯科去，因为这两个地方呢，相当于是直接要搞一个非常强的主场外交。而且阿拉斯加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阿拉斯加是当年沙皇俄国卖给美国的一个领土。那么两个人呢谈了之后，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可是呢大家都说谈得不错。然后俄罗斯方面，普京说了，下一次我们可以在莫斯科谈。然后呢，俄罗斯还说，为了方便下一次可以在莫斯科谈，我们可以给美国到莫斯科去的外交使团发签证，也就知道两边已经断联断多久了。然后呢，再下面，在这一次会议之前，美俄之间一起放风，可能在关于占领乌克兰被俄罗斯已经攻下的领土方面，美国会支持俄
罗斯的一些要求。但是因为这一次会议大家说没有谈出来任何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去下这个定论，就是美国最后到底支持到什么程度。但是呢，现在两方好像情绪上面比较热络。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现在已经做了一个回应，在领土方面也可以谈。要知道泽连斯基之前一直强调的是领土问题不能谈，现在泽连斯基已经开始软了，这就是目前我们这个所有已知的一个情况。那我来做几个补充。首先，这个空军基地的名字艾尔门多夫理查森空军基地 Joint Base Edmundorf Richardson 那这个空军基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本身是隐形战斗机的一个基地，所以这个基地很偏远。这次去大家会看到现场搞死了这些记者，一大堆记者到现场还得去住民宿或者基地本身的空间也有限，它只能匀一部分的空间给你，所以还给了行军床。然后俄罗斯记者甚至披露说给我们隔夜的鲔鱼罐头，搞得大家很痛苦。那就可以知道说这场会谈其实是相当仓促成型的，从这些细节就知道。而且讲白了，川普并没有希望记者做好多的准备，一集就是我要做一个旋风式的确认之后我要快速推进我的议题，我并没有要让你对议题进行多大的扩散或者讲解。背后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让他扩散议题的话，本来就是个国际事件，他闹得更大的话，那会导致盟友的疑虑。另外，原本预期会谈6小时，最后改成3小时的三边会谈，也就是里面有总统的特使，还有外交部长级的，另外就是2个领导人。本来是说2个领导人单独先谈3小时，只带翻译进去。我认为事前达成的一个协议，或者是达成的一个默契，可能是更多的。尤其他把川普的特使也拉过去了嘛，也代表说川普的这个好基友、好球友他是真的意义上直通川普。也就是为什么他去了俄罗斯这么多次每一次普丁都亲自出来接见他，代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在当中居中牵线，而且他是有效的推进。所以我非常赞同王骁刚才说的，这么多年以来，美俄首次又达成一个有效的协议。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的时候没有协议的协议影响力它是更深远、更恐怖，因为他所决定的一些就是放不了台面上的，放台面上的你还得基于国际氛围盟友的要求、各方利益，当利益牵扯多了，达成的协议效果就是浅，因为它广，把具象化想，就像一颗球好了，你要把它变广，它就变浅；但是如果你把它往下挤，它就变深，它的体积是固定的嘛。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我对这次的会谈跟很多一般传统建制派的专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传统建制派的专家的逻辑是因为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没有太大的影响。可是我认为反而是谈到实处去，所以普丁也是非常放松的。这么多年来，请问你哪次听过普丁讲一句英语？普丁这个人非常重视国家的主体性，所以他对外几乎只讲俄语。他只有在跟梅克尔来往的时候，基于比较不正式的场的时候，他讲了德语。其实普丁的德语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常年被派驻在东德的斯塔西亚，类似东德 CIA 所以他所讲的俄文的腔调是跟梅克尔是同样的，东德的柏林腔。而且他既然做特务，也是派驻代表，所以他本来就是会有一定程度的英语。大家也知道他是圣彼得堡大学毕业的，圣彼得堡大学也是俄罗斯最国际化的学校之一。而且国立圣彼得堡大学是俄罗斯相对来说自由派的学校，它跟莫大不一样，莫大是属于更建制派。没错，所以这边的人用英语的能力都是非常好。但是这么多年你几乎没看到普丁讲英文，但他竟然直接讲出来 Moscow next time。而这句话据各方的分析，这绝对是临场爆出来的。所以川普有点招架不住这个热情他好高兴代表普丁认可了川普嘛。所以拿捏川普情绪跟心情这一部分，普丁真的是高手。这个人不愧是干特务的，对于人的这个情绪的掌握真的非常厉害。我觉得普丁觉得最难缠的对手绝对不是川普，应该是习大，因为习大从来不给他表情，这基本上都是维持1号的习字表情。这个其实是大国外交里面很重要，你的领导人过多的个人特色，有的时候会变成以私害公。我们从一个比较历史长河来看，但是川普就是这种极具特色的领导人嘛，所以目前他就是这样干。所以这件事情里面，他们谈好的实处的东西，绝对是比表面上揭露的多非常多。另外，在会后，川普马上接受了他们马卡派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从川普1.0就跟到现在的一个美国资深媒体人的采访。这30分钟的采访里面，几乎没有透露太多实际的答案，唯一证实一个事情，就刚刚王骁所说的领土问题。可是讲到领土问题，这个很可能就是俄罗斯的需求最大化。俄罗斯在这一场俄乌战争当中最大的问题，它不能总动员，因为它一旦总动员，它就要做全球战略收缩。但是如果做全球战略收缩的话，俄罗斯在这几年在中东之外，尤其在非洲扩展了极大的一个利益。那肖哥才刚刚出完中非篇嘛，大家有兴趣可以一步再去看一下。所以他如果做收缩的话，那他这几年苦心经营的基本就是付诸东流了嘛。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啃得这么慢，因为他不想要进入一个完全的战时体系，所以国家的负债各种方面确实都有在显著的在增加等等。但是他一直处于一个平时但是高强度的成平状态，在应对这场俄乌战争。那如果从这
这个角度来讲，那这个战争就可能会拖得很长，因为乌克兰虽然体量没有俄罗斯那么大，但是整体来讲，它背后有欧洲跟美国的直接性的支持的时候，乌克兰的量能就硬骨头难啃，这个就是它的问题。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如果说需要一点时间盘整，然后我又不想进入整个暂时动员状态，而且它还有一些压力，比如说最近高加索山脉的南侧这边出了大问题啊，美国趁着俄罗斯战略性的放弃了一些地方，比如说减少对南高加索的控制的时候，亲到这个地方跟亚塞拜然，那已经不是眉来眼去了，这快变成明媒正娶，到签条约直接盖通道了。那亚美尼亚已经彻底投降倒向美国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普丁是力有未逮。那另外我们看哈萨克，最近中国中亚论坛已经常态化了，然后哈萨克现在的总统对俄罗斯不咋友善，因为这个家伙在中国大陆念过书啊，他是中国大陆的校友啊，他还会讲中文呢。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他有一个迫切，俄乌战争是可以再继续扩大战，但是如果持续扩大战果，有一点顾此失彼的味道，因为现在在非洲的挑战也非常的大，非洲现在对俄罗斯来讲已经是局部战果最大化的情况了，可是已经有人在挑战它了，比如说卢安达，卡加梅非常的有企图心，拿了隔壁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南北几乎省还不打紧，反正哪里权力争过他去哪嘛，他现在搞了一些国际兵团在搞事情。大家要了解，俄罗斯虽然从一个世界性的苏联帝国退化成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国家，但它的体量终究决定它不是一个平凡的国家，它一定是一个世界性的强权。这也是川普一直称赞俄罗斯，他说是个超级强权嘛。再这样，他一定是全球一盘棋要去下，但他的力量确实没办法像苏联那样无所不能的投送，哪怕苏联都扛不了嘛。所以当年苏联被苏勋中折腾完之后，很快就不行了。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的想法，他其实是有一个停战，稍微把内部还有把他在全球的棋盘再花时间消化整理之后再出发的一个需求。那这个需求如果就现有停战线停战的话，那对俄罗斯是不利的，就会再形成一个明斯克 3.0。 因为现在既有停战线停战的话，乌东最硬的要塞不是在卢甘斯克，卢甘斯克被占了 90% 不重要，哈尔科夫本来就是乌克兰第2大城市，你要吞下它也很难。那苏梅这个地方易攻难守，他也不会去打，所以怎么办呢？真正的硬查乌东3要塞都是在顿内茨克这个地方，还有后面一个拉马托尔斯克，这个是现在乌克兰政权实质上的顿内茨克的收复嘛。当然现在几个城市快赶不住了，比如说红军城、康斯坦丁尼夫卡简称康城。那为什么这个地方难打呢？因为从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他们就已经长期构建，到现在已经11年，完全堡垒化，而且是地下纵横摆河。第二，顿内茨克这个地方有一个特色跟乌东中部大平原最大不一样，乌东中部大平原是河相沉积，河相沉积它的地质是软，顿内茨克这个地方呢有一部分河相沉积，但有一部分是属于古地顿的一个延伸，所以这地方矿产很多啊，那你就地下碉堡，所以难打嘛。你就想当年823炮战为什么基本跟下面都硬得不得了，全部都是花岗岩，你怎么打？所以这种东西普丁要什么？如果就地停战，等于相当于啃一半，牺牲人命就浪费掉了。但是如果今天他的明确要求就是你乌军给我滚出顿内茨克州，而我在扎波罗热跟赫尔松我就不推进了，那事实上这个推进版代价就是巨大的。扎波罗热城是乌克兰第5大城，将近100万人口，乌克兰有4座100万人口城市，首都基辅，第2大城哈尔科夫，第3大第1大港敖德萨，第4大第聂伯罗，就是在第聂河畔的最重要的转口。以你俄罗斯没有要全部动员的情况之下，以数十万支军力要围这个城市本来就难嘛。第二个，赫尔松在第聂伯河的另外一边，西岸你本来可能就困难，所以普京是拿虚的去换一个他要实质利益。那什么实质利益呢？我打一个最生动的比方，这相当于后晋把燕云16州割让给契丹的概念。那这几个州县是一路从黄河的河套区的阴山延长到太行山，尤其山西高原的晋高原的北部，然后再往今天的河北平原的北部，就是燕山这一带。这个一割相当于把门给打开。所以如果今天他叫他滚出顿涅茨克州，顿涅茨克州的州界后面就是一马平川的乌东大平原，大家看都是很平，对不对？但如果你实际有对现在乌东战事做一些研究，你会发现在顿涅茨克这个地方动辄还是有一些河谷的高差，大概介于低矮的50米以下到差不多200-300米之间。这个炮弹在轰击的时候居高临下，它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尤其你无人机现在起飞，如果你一开始就比人家高300公尺，那不是很好吗？所以如果今天一割让，相当于乌克兰无险可守，未来俄罗斯随时可以长驱直入。那这个就是从苏联时代以来俄罗斯最爱的战争嘛。那有一专门写军事著作的，就是现在俄罗斯最高的军事总参谋长 Gerasimov， 他专门写军事著作在搞这个，对。所以普丁在这一场普普会里面，他算的是非常非常精的，等于在现实利益他一分不放。
但是在情绪价值上面给川普给好给满。然后我为什么说这是个转折点？因为这一场会谈相当于美国背着所有的盟友跟俄罗斯密会，而且他没有公布他们的协商的内容。请问这不是雅尔达密约？什么是雅尔达密约呢？那接下来谁要吞呢？这一场根据欧洲媒体的报道啊，乌克兰的国家情报机构是全程紧盯，不漏一丝讯息，代表根本乌克兰事前一无知悉。虽然后面川普打了1个小时的电话给泽伦斯基，好像谈得很好，但这一些很多都是无济于事啊。我认为事实上已经被卖了。所以我为什么说是个转折点？这相当于从川普上来花了半年的时间，成功的把美国从国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的形象整个扭转成为他是国际秩序里面胜利的掠夺者。讲白了，就从国际警察变国际强盗，而且我不演了，我就是国际强盗。那你有种来骂我啊！你如果骂我国际强盗，我就跟你翻脸。你怎么可以说我国际强盗？你还被他打2把，然后他就说我要涨你关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要铺陈的。哪怕川普这么强，他也不可能上台第一天就转折这个。但是经过川普日以继夜、努力不懈的折腾，花了半年时间，终于把他折腾成功。你看国际社会，大家只是在纠结说啊，怎么没有达成？有达成？哎，普京好像提出什么条件？没有人去讲到川普，你这王八蛋，你竟然敢公开的做土匪，这种事情你做得出来，没人谴责啊，都是一些很边缘的声音嘛。最后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有要加给俄罗斯的关税全部暂停，代表普丁要求的领土要求达到了，而且是烟云16州哦，关税要求达到了，全部暂停。然后他只付出了给川普面子，给好给满，见一面见一面。对，再来让我普丁假装被你下马威，所以我约在这个空军基地，然后上面刚好 B2 领着 F22飞过去 ，B2 才几台而已，还要这样演。那这样拉过去之后，所有的 MAGA 媒体就下标，你看川普多么的强势，给普丁当面用隐形战机下马威。因为我们也知道俄军的5代战机发展的不咋地嘛，你看我们美国还是赢给俄国的，那是不是就满足情绪价值？所以我觉得整个态势是这样。当我们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倾向于两国领导人，因为可能外交领域是最容易被国家拟人化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外交决策最终其实是最高决策者拍板，所以不管你里面有多少的影响因素，最后是特朗普这个人来做这个最终决定。同时，对于俄罗斯来说，不管俄罗斯有多少因素，最终是普京来做这个决定。所以，当我们看外交领域的博弈的时候，非常容易把国家进行一个拟人化或者单一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同时，我们要把他们再拉回到两国国内。为什么现在要谈？现在见面聊的这些事儿，难道之前不能聊吗？现在做个样子，难道之前不能做个样子吗？我回到我最开始对于俄乌冲突或者说俄美谈判之间的一些基本观点。第一，普京、特朗普两个人都是时间穷鬼，但是在谈判中谁着急谁更穷，谁就弱。而这里面谁着急？我认为是特朗普着急。对于普京来说，可能很多人分析俄罗斯打得怎么样，经济受到了什么样的挫折，但是我跟你说，俄罗斯情况就是他还能继续打下去。但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不是一个事关美国国力的一个事儿，这是一个事关特朗普本人的事儿。所以你美国国力压上去是没有意义的。特朗普的承诺呢是要24小时解决俄乌冲突，他已经失言了，但是没事儿，因为之前他发动了很多 MAGA 派喜欢的那些攻势，比如他在加州发起了反移民的战争，这其实是一场低烈度的内战，只不过因为媒体今天追一个热点，明天追一个热点，其实现在在美国的西部地区依旧在发生着很激烈的低烈度内战，但是只是因为大家不关心了。第二个事情就是他搞这个边境，最近国土安全部嘛，不是不断的四处抓人，然后四处这个诱捕，然后一开始说全部都会是亮明身份的，但是最近又出了什么钓鱼执法的事件等等等等，就是在反非法移民这件事情上面，特朗普是给 MAGA 做足了功课。但是最近有点不太妙，因为对于很多基本的 MAGA 派来说，你公布了爱波斯坦名单，你就可以把大量的民主党人给消灭掉，这是他们脑子里面已经信仰的既定事实。但是最近特朗普这个集团突然决定我不搞了，司法部 DOJ 说了，我们不会公布爱波斯坦的名单。我们可以看到媒体正在降温这件事情，可是 MAGA 派在他们的乡间大量的在探讨这个问题啊，因为他跟马斯克已经翻脸了嘛。我们之前做关于特朗普跟马斯克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做出来，很多人说，哎，已经过期了，他们又和好了，你看现在又翻脸了。然后呢，翻脸完，现在进入一个冷冻期了，所以他现在既丧失了马斯克这样一员大将，然后同时呢 ，MAGA 派内部对于领袖是不是要背叛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画一个问号了。
而现在关于要不要公布爱泼斯坦名单的事情，我觉得它还在继续发酵。我们之后的那个岛岛连线可以再聊一期这个话题。那这一次我给这个东西进行一个我自己的个人分析，这个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我认为爱泼斯坦名单上面肯定不单单只是民主党人，肯定有大量的共和党人，然后很多的共和党人应该是在跟特朗普做一个交易。有可能的情况是，你特朗普下台以后，我允许你特朗普的后代，比如说 Trump Jr. 或者 Eric， 我允许他们加入政坛，加入共和党，变成共和党里面的一个派系，换取你不要公布爱泼斯坦名单。这是我的一个推测。因为对于特朗普来说，我们还是要回到他最焦虑的事情，就是他只有这一届，特朗普没有办法再多做一届，但是他有太多的敌人，他为了避免下台以后被清算，所以他必须要给自己的后代做铺路，然后呢，后代进入政坛以后可以继承他的政治衣钵。不管说他的下一任，因为他也在不断的抛烟雾弹嘛，他说谁可以继承他的衣钵，有的时候他说 Marco Rubio， 有的时候他说是万斯，但是呢，这两个人就好像蒋介石死了以后，然后让这个严家淦过渡一下，再比如说李家坡中间让吴作栋做一代，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操作的。但关键是你在朝中要有人，然后这个有人呢，权力最好的传承方式就是血缘，其他再说破天的传承都信不了。什么万斯说哎呀领袖啊，我一定是肝脑涂地俯首称臣，不可信的，下台之后就把我推翻的人太多了，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上。权力啊是人类啊最原始的东西，所以说他希望让儿子上，我是这样猜测。所以说你看 Trump Jr. 你如果关注他的 X 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人他现在的政治评论越来越多。以前是让Ivanka嘛，但是事实也是证明了为什么我说权力是一种最血淋淋最原始的东西，他是不讲究任何政治正确的，他这对于他来说就是女儿已经嫁人了，跟我已经不是一个姓了，所以跟我一个姓的才是最信得过的。所以如果他做了这个交易的话，那么爱泼斯坦这个名单无论如何无法公布，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事情再胜。因为从特朗普的赢学上面来讲，我是不能输的嘛，我要从胜利走向胜利。什么样的胜利？就是 OK， 你看我把大家都搞不定的普京给拉到我们美国本土，我要跟他聊一聊。现在聊完了，普京很高兴，然后让我去莫斯科。谁去过莫斯科呀？拜登去过莫斯科吗？奥巴马你去过莫斯科吗？老子要去莫斯科了。这个对于他来说，从胜利走向胜利。而且在俄乌冲突中，他一直以来编织的一个话语体系就是民主党在乱花美国的钱，支持乌克兰。你花那个钱干什么呢？本来这些钱是可以投到边境建设的，本来这些钱是可以投到打击国内的黑帮、国内的那些犯罪的，但是你把那些钱撒在了乌克兰。所以现在我如果能让停战，那这个钱我就不用再花了。但他一开始没有办法24小时内停止战争，他就换了一招，我要让你把这个钱退给我，美国给你的钱不是战争援助，是贷款，你要把矿给我。矿给了吧，现在已经签了嘛，矿给了，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自己可以给自己提供一个话术嘛，就是这个钱没有花啊，我已经把钱全部拿回来了。因为 MAGA 的整体的这个教育水平不高嘛，所以他可以告诉大家这个钱我已经给美国拿回来了。不是的，那个矿到底谁去挖那个矿，谁来卖那个矿，那个不是美国，那是指美国具体的特朗普的利益集团，那个钱到不了你 MAGA 手上，但是无所谓，他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话术编织。好，说完美国这边，我们来看一看俄罗斯那边。俄罗斯这边有一个情况，就好像刚才历史哥说的，普京他是圣彼得堡大学毕业的，普京在大学时期的老师是苏联时期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几乎就是一面大旗。我进行一个粗犷不太准确的对标，他的老师的社会地位相当于是美丽岛那波人，因为他最后没有上街嘛，所以他在读书的时候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教育。虽然说他后来去了强力集团克格勃当特务，然后呢，他在当特务这个期间呢，他又相当于是在苏联最核心的这个权力部门里面工作。所以你要知道，普京这个人是很复杂的，他又有自由主义的背景，又有强力部门的工作背景，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上台了以后，其实你要关注普京整一个的政治阶段，他20多年嘛，他最开始的时候他是想要推动俄罗斯往自由主义那方向去发展，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他甚至直接就说过，俄罗斯是不是也可以加入北约，俄罗斯是不是也可以加入欧盟，但是后来被打脸了。那最开始他想要治国理政的时候，依靠的是那一波自由派的经济官员，他最早期的经济部长甚至就直接说过，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不要有经济政策。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情况，西方一直在打普京的脸，这个是普京或者普京集团内的自由派那一波最大的问题。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是一个领导人嘛，你就当一个超然的仲裁者，然后你的集团内有自由派有保守派，然后有很多具体小的派系，然后让他们互相斗嘛，这样子你就可以稳坐这个江山嘛。但是呢，由于西方不断打脸，导致自由派的官员每次做一个决策被西方打
打一下脸，那他自己就会失掉一些政治分数，而这个强力集团呢，就可以以此去倾压自由派。比如说北约东扩，北约一东扩，那强力集团就有理由啊，就说妈，你成天说什么拥抱西方，西方现在干你啊，你怎么办？自由派官员没有话说呀，你就下台啊，你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愤啊。那普京没办法，就让他们下台吧。你要知道，自由派里面最高级别的人是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是他在圣彼得堡大学的学弟，所以一直到最后，梅德韦杰夫现在被他安排到国安秘书长，相当于没有太大用处嘛，因为国家安全这个事情，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政权都是一把手说了算，不存在你不在其位谋其政。所以梅德韦杰夫现在我就说他主管的国家安全是哪方面啊？就是互联网舆论。梅德韦杰夫，你去看他的 X， 梅德韦杰夫现在是俄罗斯第一大喷子，而且他喷人是不讲究方式方法，纯粹就是直接出击，没有下限的那一种，真的喷得非常的荒唐。你很难想象一个前俄罗斯总统，他也做过总理啊，被认为是普京之下最有实权的俄罗斯男人，结果现在变成一个全职喷子。我是觉得他当然在后普京时代，他肯定还是有很大作用，因为他跟普京的关系从来没有破裂过嘛，那个信任也在。但是普京把他挪到那里是有一些用意的啦。简单来讲，反正他现在就扮演好喷子的角色就对了，保护一下小学弟。但是小学弟确实没有办法，在目前强力集团主导政治节奏的情况下，他还能有什么表现了？所以说他现在也就只能表现成一个喷子，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问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你打出来，你还记不记得俄罗斯的总理是谁？真的不知道。没有人记得呀，之前是一个收税的官员，统计官僚，没有声音的。我上一次看俄罗斯总理的新闻是他给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小学生赠送中国产的乒乓球拍，这是无关紧要的一个人啊。现在你就知道现在强力集团对于整个国家的政治风气控制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当梅德韦杰夫靠边站了以后，普京变成俄罗斯里面最希望和平的人。普京其实是俄罗斯最大的鸽派。怎么感觉莫斯科跟北京有一样的味道？是不是？不好说，不好说。所以对于普京来说，他现在是俄罗斯政坛最大的鸽派。可是普京，你只是一个人呐，你要管理幅员辽阔的俄罗斯联邦，这么多人，你必须要让下面的人帮你干活。但你让下面的人帮你干活的时候，你必须要某种程度上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那么这些强力集团的政治要求就是我要打，在打的过程中，他情报的公关、军工企业啊，或者说特务啊，等等等等，他们才能在这个方面获得政治的影响力。然后呢，我再通过我的政治影响力，我可以换取利益。所以他们必须要求强硬，他们都是鹰派。而普京他又不能说忤逆鹰派，他只能说我在跟鹰派同节奏的时候，我要往回拉一拉。所以你看，普京他一直在威胁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但是普京对于核武器使用的那个条件在不断的抬高标准，就是说他们那个红线是可以移动的嘛，说你打到哪里我就要扔核弹。结果呢，一打到那里了，他说我红线往后撤一下，打到这种情况才可以。然后呢，俄罗斯国内还有另外一波势力，这波势力在民间，但是呢，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这波叫做黄俄，相当于帝国主义者。曾经的黄俄的精神领袖是老法师，叫杜金呢。杜金一开始是完全搞地缘政治学说理论的，就是麦金德那套世界岛理论的，就是俄罗斯必须要控制世界岛中部啊，等等等等，要怎么遏制中国呀，等等等。但是黄俄这波人呢，是信仰绝对实力的，他们一旦看到了绝对实力的时候呢，他们是很容易认怂的。就是杜金后来上海旅游了几趟，然后他发现嘛，遏制中国搞不定，我们不要遏制中国了。现在他变成超级华吹。他现在的理论是中俄联手，世界大同。但对于中国，黄俄已经没有那样的幻想了。你看现在普京他把俄乌开战以前，俄罗斯的货币里面有一个的背面的图是签爱辉条约将领的雕像，然后他们现在已经把那个图从货币上面取消掉了，而且他们现在庆祝爱辉条约的那个时候已经不大张旗鼓宣传了，这个是一方面。但是他们对华软弱，不代表他们对乌克兰软弱，他们对乌克兰这波黄俄是非常强硬的。然后这波黄俄也是普京在基层可以帮他拉票的人，所以他也不能忤逆这波人。那么在这么多的政治势力集团情况下，他必须要不断的去做样子。所以普京他当年不是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前进行了一个很长的檄文嘛，而且他已经明确说了，这场特别军事行动最终的目标是要推翻乌克兰的法西斯政权，这是第一。第二，要把乌克兰实现非军事化。
就是说你不能加入北约，然后呢，你要把你的军队给解散掉，你可以留一些警察部队，这是他的终极目标啊。但是这个目标，我认为对于普京来说，因为他是最大的鸽派，所以普京更多的情况下，他也必须要做出来一些能够向他的政治集团妥协的这么一些动作，这个是要注意到的。那么这一次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看，我去了，美国总统盛情邀请我，然后呢，美国都支持我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领土，而且呢，我说的是停火，我又不是说结束，而且呢，就好像刚才历史哥说的，我控制了这2个地方，对于乌克兰来说就是大门敞开，一马平川，将来他如果再搞事情，很轻松可以灭掉他。然后呢，我还可以说啊，我们现在要休养生息，如果美国支持我们回到国际市场的拥抱，他还可以跟黄俄交差，就是你看啊，之前战争期间，东方大国已经把我们这个中亚撬了一截了，然后呢，我们叙利亚的势力范围被人家搞掉了，伊朗现在我们也帮不上忙，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腾出手来，把我们原先的这些势力范围要重新拢好啊？对国内也有些交代。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协议没有结果，我觉得这个是给大家最有想象力的，就是想要捧普京的人可以去拍马屁，想要黑普京的人也可以去拍马屁，就是赢学输学都有说。同理对于特朗普那边赢学输学都有说，想要捧特朗普的人有话说，想要黑特朗普的人有话说。但是呢，整体来说就好像历史哥说的，普京其实没有牺牲什么东西，他就获得了一些成果，我认为这个是他最关键的一个地方。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对于美俄这一次谈判下面的一个战略情况，或者说我们来怎么样分析美俄的谈判，或者说战争这几年在战略角度来讲，美俄是怎么样做一个操盘，或者你怎么样预测往后的一些走势，或者对世界的一些影响。刚才王骁其实分析的很直白了吧？简单来讲，从整个态势来看，对于普丁来说，这一次的会谈的这个样态是最理想的状态，这不丢人嘛？反正俄罗斯5代鸡蛋，这也不是第一天说的事情嘛。所以让川普在这方面稍微耀武扬威一下，也符合 MAGA 的一个诉求。因为如果看 MAGA 系的，不管是社群或媒体，你可以看到那个 B2 跟 F-22这样飞过去，对他们是有多么大的精神加持。我都怀疑川普后面相关的周边可能就出来了，这一顶帽子卖$60之类的，谁知道呢？这是一个各取所需，而且大家都达到大家想要的。这个我就会说，为什么它有那个雅尔达密约的效果？因为老实讲，就现在停在美国的矿产协议才能得以去执行嘛。你一天不落实，我一天怎么执行呢？请问不执行，川友友们怎么进场呢？川友们没进场呢，那川普老爷怎么进场呢？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问题。因为现在川友友们进场，那川普老爷在进场，那问题是俄罗斯能不炸你吗？前阵子俄罗斯炸乌克兰的一些相关的企业，包括加油站的体系，炸到阿塞拜疆火大跳出来，因为亚塞拜然他的国家石油企业在乌克兰有大量的加油站的利益嘛，所以变成亚塞拜然去投靠美国的其中一个缩铁。所以国际地缘政治很复杂，就在这里，它可以拟人化，但它事实上又不能完全拟人化，因为它太复杂了，它人很多。那再来，肖哥提到一个关键，说接下来对整个国际局势的推动是什么影响啊？我认为，虽然93目前看起来，最终川普真的要站在天安门上来一个中美俄元首3强峰会的机会，确实因为时程的关系在往下降，但是93会不了，难道没有下个时间窗口？很明显的，川普在推进一个新雅尔达密约的逻辑，但是这个逻辑并没有多么的严丝合缝，它很可能是一个草台班子的逻辑，但是整体来讲，它确实有一个 image， 就是往那边去推进。没有什么事情是川普出马解决不了的，也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川普跟我川普的好朋友一起不能决定的。在国内当然就是那一群川友友嘛，在于国外那就是习近平、普丁啊，甚至包含金正恩、金将军啊，然后他就把世界决定，这就是MAGA要的，不是吗？而且美国还有一个特质嘛，有时候打不赢不妨加入嘛，我不一定all in加入啊，但我部分加入总行了吧？因为很明确的一个点是，打中美贸易战，目前中方的兴致是比美方还高的你要打来吧，反正我从18年我就准备到现在了，哪不能打？而且很明显的打到后来是美国连 F-35都交不了货，尴尬的点在这里嘛，就美国全世界最强势的产品其实是军工产品，非常好卖，而且很贵，利润极其恐怖，拿来诓骗一众仆从国或者是附庸国，肯定效果非常大。台湾也是深受其害，不是吗？所以对川普目前来讲，最大的利益就是刚才其实肖哥所讲到的，他能够奠定一个非常安稳的后续，而这个后续除了他在爱泼斯坦名单里面可能做一些交换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建不世之工业，而这个工业会让他的声望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的时候，那后面的人谁敢动川普家？这个
就像是甘乃迪家族，小甘乃迪总统 JFK 被暗杀一代人，权力传3代，多好用啊！所以甘乃迪家虽然被诅咒，他们各种惨烈，但是甘乃迪家在美国政坛始终拥有极为巨大影响。现在的罗伯特甘乃迪是甘乃迪的侄子，现在是美国的权力核心啊，卫生部长。对，而且小甘尼是深得川普信任，随便他爱怎搞整搞。所以我认为川普他是很清楚，因为我们虽然常讲美国梦，但美国依然不脱他从创国之初就是一个庄园主所组成领导国家嘛。这些庄园主只不过取代了在英国大不列颠的 nobles 贵族而已，因为在大不列颠是 nobles 等于庄园主，在美国是你当初来开垦比较早的那些资本家或者各种因素，你能够卡到一块土地变成庄园主的人，你就是事实上的 nobles。所以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到今天美国只是把身份再转换一下，有些人变成律师啊，变成什么，那适当的让一些其实也没多底层的人流动上来装点，比如说奥巴马嘛，这个系统就很好用，所以美国老百姓是被骗得不要不要的，这个才是美国真正政治的一个根底。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川普要的诉求就很清楚了，不世之功，真要有一个里程碑。第一个，三国元首能不能会，而三国元首一会，诺贝尔和平奖不就有了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可不跟奥巴马那一种苦人的诺贝尔和平奖那是不同的逻辑啊，那就没有，他也基本上创造了一个马卡派不可质疑的高度嘛。但是在做这件事情过程当中，它确实会让美国整体的国际战略走向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个，美俄不再敌对，修正的从冷战以来，即便后冷战时代美俄只有一段时间不敌对，是因为俄国快不行了。但是只要俄国稍微滋润，美俄就不好。不然当年干嘛把它踢出 G8 呢？就是因为它总是有个敌对的过程。但这种敌对的态势是天然的嘛，因为从地缘态势他们就是要对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们是从白令海峡对抗到科尔巴千山，你开玩笑，这是个地缘逻辑，这也是一个需求。那如果今天打不过就加入，当然就俄罗斯来讲，他是不可能真心诚意的跟美国合作嘛。但是在于划分势力范围，然后取得各自要份额上面的时候，那利益的瓜分，就算不是真心实意的合作，它也可以走到实处去。这个就像当年纳粹德国可以跟苏联签互不侵犯条约，我有实处的利益，我为什么不能共分天下呢？分了以后再吵就好了嘛。这从历史来看就是如此。所以极右的纳粹跟极左的苏联都可以把波兰给分了，那还有什么不行的？这件事情台湾人感受不深，大陆的朋友可能有一点历史感的会有感受，但是谁感受最深？最近波兰阅兵大家就知道了，波兰最怕毫无波兰啊。所以呢，他搞得波澜壮阔，不是吗？有史以来最强度的阅兵式，而且波兰现在是世界军武狂魔，大家知道吗？他的 GDP 已经上到 4.3， 要往 4.7， 甚至要往 5% 军费在迈进了。那他们还觉得不够，然后大量的美国武器购买，然后买不到美国的武器就去买韩国的武器。韩国最近军工出口不要了，为什么？因为韩国的武器是跟美国洛克希尔马丁合作，它是美系武器里面最便宜的，但是又可以跟美系武器完全对接的，所以他最近买了一个韩国的战机。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你就会知道我们无感的东西人家是很有感的，那就代表美俄共分温带的北方世界的一个逻辑，它不完全透彻，因为俄罗斯实力确实不是苏联，但是一定程度上造成的动荡跟波动已经实体展现在波兰等东欧国家的焦虑感上面，而且这个焦虑感是实际反映在军武的提升跟扩军这件事情上。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矛盾，美俄的战略利益是安排的妥妥的，可是北约却更加提防俄罗斯，那这个是不是美国要的呢？我又不跟俄国冲突，但我又可以让欧洲人们乖乖的交保护费，然后乖乖的被我控制，哇，这美国肯定爽的不要不要。所以我认为川普虽然绝对没有一个超大的宏图，但他不是个傻子，然后再来他有一定程度的眼光看待这些事情，他周围也有很多能人嘛，所以不要说他有一个彻底的战略，可能有一点草台班子的感觉，但是绝对不是草到什么都不知道，像在费城街头游荡的那些吸毒僵尸一样，像个傻逼一样，千万不要这样去想象国际地缘战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要拉回到我们的两岸问题跟中美问题来做思考，大家搞清楚，那他下一步想干什么呢？我认为美国现在也深刻的体会到，就像杜金一样嘛，既然没办法完全跟中国开战，打不赢就加入，这有什么难的？人人都可以当杜兰特啊。对嘛，先当詹姆斯，如果詹姆斯自己找出路找不成，那就当杜兰特，这又不是不行。美国精神啊，谁谴责杜兰特？所以这个是美国的特色嘛。那什么东西可以加入，什么东西不能加入？美国有一些东西它是不可能加入，军武的世界它不可能跟你加入的。那我加入你，那以后就用中规武器就好，还用美规武器，神经病。所以他一定要创造，但是有一些东西不是不能合作。而对于北京来说，部分的合作好不好？当然好啊。本来北京的逻辑就不是要跟你争霸嘛，我也不是要把我的武器卖到全世界去嘛。我所做的就是
就是创造我国家的发展空间，然后恢复我在人类历史上本来应该有的中国的一个自信跟繁荣。然后在这个自信、繁荣跟尊重当中呢，我也会尊重你，但是大家一起赚钱，这叫做一个共荣的逻辑。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那现在对中国来讲，齐家也齐的差不多了，治国还是有很多很艰辛，有很多事情在做嘛。但治国同时搞平天下，难道不行吗？那是很正常的一个逻辑。从大的是这样看，那治国跟平天下同时进行的时候，有一个小 bug 就出现了，就是在台湾的民进党政权赖桑要怎么来处理它。肖哥，你还记得今年川普当选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过，我认为川普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打不赢加入，因为我一直觉得美国人就是这种性格。你在美国念书，你比我还懂这嘛。所以台湾现在非常危险。如果川普花半年就可以把乌克兰彻底的卖掉，那台湾呢？如果川普没有一个宏观的战略规划，它就是一个直觉式的战略，再加上快速的利益转换的话，那台湾呢？那如果两者都是的话，问题来了。接下来赖清德以为的什么以长久利益来看，美国绝对不能牺牲掉台湾这种说法还成立吗？还通透吗？另外，川普他可能不见得会看赖清德内部整个怎么样，但是军演搞砸了，汉光直接被呛是演戏，救灾一塌糊涂，再来大罢免大失败，再接着823再败一次，这种事情难道真的可以传过水无痕吗？虽然他看起来在台湾内部，但事实上就证明一件事，赖清德 hold 不住嘛 ，hold 不住对美国人来讲那是一个不一样的意义啊。hold 得住，我会基本 respect 你 ；hold 不住，那你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如果 hold 不住，那你作为一个筹码的状况，那要怎么样来处理台湾问题呢？所以世界性又说述了。我认为现在台湾的危机是更迫切、更强烈。当然，它是有一些情绪上缓解的空间啊，比如说馆长现在人正在深圳努力嘛，还有大罢免大失败也缓解了这个焦虑感。但是缓解了焦虑感不代表它不存在啊。所以对于台湾人来讲，当然焦虑是很强的。2028年如果没办法拉下民进党，没办法拉下赖清德的话，可能未来真的是会出很大的一个状况。这是我在看整个局势在往这边跑。当然，结论就是，如果以世界大局的逻辑来看的话，我认为中美俄元首峰会一定也必然要有。这就是雅尔达密约在21世纪的新版本，那世界格局就会显著改变。而这一次的双普会只是这一切转折点的开始。蛮好，蛮好。我觉得刚才讲的这几点，然后呢，我来做一个补充。我们从美俄会谈这次事情本身，我们拉开去说，美国最高光的时代就是1991年到2008年，从冷战结束到次贷危机，这是美国200多年最好的时候，就没有之一。你今天所谓想象的一切美国梦，不管是我们大陆人也好，台湾人也好，或者说是其他各个国家，很多人一谈到美国的那些美好的地方，其实都是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我是在2006年开始去美国读书，然后我刚好就经历了美国那个最辉煌时代的顶点，就相当于是美国的苏勋宗时刻。然后2008年作为一个点，咔掉下来，从奥巴马开始到现在特朗普作为这样一个点位上面，我们会看到一个情况：奥巴马时代是次贷危机发生，奥巴马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进行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把新自由主义推向一个更高潮，就所谓他们的进步主义叙事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要进一步的去压榨俄罗斯。此前美国保守派对俄罗斯进行一个围堵，是因为基于他们对于北约的势力范围的这样一个设计。为什么？因为91年之后苏联解体，但是北约是为了对抗苏联的华约集团而成立的。可是当华约崩了之后，当苏联崩了之后，其实北约它是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的。它存在的意义就是搞事情，它如果不搞出来安全事故，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但其实在经济上行期的时代，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互补的，他们不是一种竞争关系。俄罗斯提供市场，提供廉价劳动力，提供能源，清洁能源，带来了德国为首的欧盟经济神话。俄罗斯的清洁能源就是德国经济神话最主要的依托。结果是2008年直接到2010年次贷危机直接给你躺平干掉，进入到欧债危机。欧债危机之后，整个欧洲开始出问题，所以这些全部都是。那么对于奥巴马来说，或者对于美国人来说，我如何要维持美国在那里的影响力投射？既然如果不能继续用经济手段维持，那我就用安全或者
者我开始用意识形态，就是一方面啊，王骁，我在情感上面我支持受压迫的群体去争取自己的利益权益，但是同时我们作为一个在观察政治的人来说的话呢，我们要知道被压迫者的权益是可以被政治化的，当它被政治化了以后会出现一些变异，如果这个政治化被国际政治化了，它会变成一种国际斗争的工具。所以我们在现在的讨论是它被它国际工具化了，那么这些被工具化了之后的进步主义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开玩笑所说的白左运动，比如说吸收难民，把同性恋婚姻从一种权益变成了一种政治话题，变成了政治工具，然后呢用这些来冲击那些欧洲相对保守的地方，然后呢把那些人这样那样的挑起来，把他们给政治化，把他们给工具化，把他们给武装化，让他们冲击既定的政治秩序，导致那些国家具体需要得到改善的人，当他们被变成了工具了以后，那么那些国家里面的秩序和当权派没有办法再继续正视这些人的政治诉求了，因为你们已经变成了爱国的政治工具，我只能打压你们，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谈判了，我必须要先把你们的政治威胁给打掉，然后才能再进一步去关注。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提出来一个观点，也许普京在刚刚上台的时候，他是倾向于自由主义和亲西方的，然后呢，普京克格勃特务出身，更大程度上来说，他是一个很现实主义的政客。可是普京是一个大量阅读的人，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他大量的阅读历史。普京在经过20多年的执政，我认为普京有很强的理论能力，这就是读历史的好处。在全球化高潮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是世界公民，但是当08年以后，全球化开始出现裂缝，逐渐走向分崩离析。你如果要让你的社会保持稳定，你就不能再强调我要拥抱世界，拥抱全球化，因为全球化不存在了，全球化在崩裂。那么大家都要开始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个身份认同已经不能再是世界公民了，那就很简单，退回到自己的民族叙事、民族认同，那么就是俄罗斯的民族叙事。一般来说，这些庸俗的民族国家，他们就会开始进行到一个非常极端化的，但是我就说普京他在这里面表现出来了一个很牛的战略操作，他把俄罗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全球操作。今天俄罗斯又变成了一个全球帝国，只是大家没有在意识到，普京他提出的这个理论，或者说普京这一派人，他给俄罗斯塑造的一个新的全球身份是什么？就是受白左政治运动迫害的避风港。它变成了一个白人基督教保守派的陆上神国，就是你如果不喜欢欧洲那套 ，OK， 我们这边给你提供一个避风港，叫做旧世界里面的新世界。然后俄罗斯所有的对外扩张都可以打着这样的一个旗号，就是我是在帮你们反对西方压迫，比如乌克兰、波兰、巴尔干地区的国家，我是来解放你们的。他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你不要管这个东西到底它是不是开明，是不是进步的，但是他给俄罗斯人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呢，这个解决方案你可以无限扩张，它可以被扔到非洲，可以被扔到中东，因为中东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所谓进步主义运动，它也在这些地方渗透，那就是为什么今天瓦格纳和他后续的非洲军团可以在非洲进行大面积的扩张。现在已经1/3的非洲国家被非洲军团进行了渗透，这个是俄罗斯在过去几年它完成的一个理论建设。然后呢，由于强国是不需要你俄罗斯来解放的，这个强国它可以通过自己的历史，比如说中国，甚至不用很强，比如说埃及，它是有一套国家体系来通过历史找到它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但是第4世界国家，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些被丢到历史的角落里面的那些国家，纯粹的充当世界的边角料的国家，他们是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的。而这些第4世界领袖俄罗斯，在美国不断破坏世界的过程中，俄罗斯给自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定位，而这个定位将帮助俄罗斯顺利的走完全球化时代，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时代。不管这个新的世界秩序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也许是像刚才历史哥你所谓的新雅尔塔体系，也有可能是一种别的什么体系，但是无所谓，俄罗斯已经给自己找好了定位，而且他站住了这个定位。这个就是我所谓普京，或者说普京集团，他在过去这几十年里面为俄罗斯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不是什么多打下来一个克里米亚，多占了一个土地，或者说哪里让俄罗斯稳定，这些都不是。如果说要评论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已经帮俄罗斯找好了下一个世界秩序时代的这么一个定位。而对于很多国家和地区，是否有这样子优秀的政治家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刀道连线，我们的对岸是否有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的政治家，能够快速找到这样一个定位？我跟你说我的一个暴论，我认为从战略层面上面来讲，某种意义上，我觉得现在整个岛上最牛逼的政治家是陈之汉。
因为他在扭转体系啊。这个岛上面多少年啊，噤若寒蝉，大家不能说自己是中华儿女，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现在他把这个迷信，他把这个恐惧给破掉了。现在好多他的粉丝可以大胆说这个事情了。不管这个事情到底是因为他们很讨厌民进党，还是因为他们认同中华文化，但是无所谓。这个岛上的人突然有那么一波人可以慢慢开始找自己的身份认同了，而且这个身份认同找得很好。为什么？你只要接受这个身份认同，你就立刻原地从一个觉得自己被打压、被欺负、被恐慌、被恐惧，不管被绿的、被美国人，或者说他们自己迷信的说什么我们被大陆人欺负，从那种很纠结的心态里面，啪，你一下变成了你未来就是全世界最强国家之一的国民。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不说政治操盘水平，说从战略角度来讲，好像对不对？我不知道啊，刚才是我的暴论。这个暴论真的是来得太有天外一笔的感觉了哦。老实讲啊，我就顺着你的暴论再添一个小暴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台湾人曾经发生过2次身份上的重大转换。一次呢是当日本占领了台湾，台湾变成日本第一个殖民地的时候，台湾人的身份从一个落后的东亚病夫变成当时帝国主义强国之一的一个殖民建设示范地。所以为什么今天台湾有很多精神日本人？包含我们的赖桑，他们到底在缅怀什么？他们觉得哇，在那个时期，你看中国兵啊，天啊，草鞋 ，OK， 没有钢盔，还拿大刀。那我看看我们这现代化武器，日本兵至少出去都是制式制服，对不对？配个马克沁机枪，哒哒哒哒哒哒，物理超度这么多东西，安无马克沁机枪，所以他当时觉得很牛逼，很厉害。这是第一次身份转换，当然我觉得这是悲哀的。我的家族也曾经卷入过这一段历史，有机会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东西啊。第二次的身份转换更有趣了，从一个战败国的附庸殖民地，而且当中有很多汉奸，至少不是乙级战犯，也是丙级战犯的。要被判处死刑的，突然一个转换变成战胜国中华民国最新回来的身份，这是2次的身份转换。第3波身份转换其实正在进行，民进党但它未完成，也就是最近赖清德写了一篇脸书嘛，就是针对2战的再定义嘛，把8月15号定义成终战而不是战胜，那把台湾人的身份模糊化，只把日本人从侵略国变成参战国，可悲。把战胜呢归因于对独裁者的审判，笑死。那史达林难道不是独裁者吗？欧战靠的是史达林，还是靠的是戴高乐呢？还是靠的是丘吉尔呢？那笑死人了！红军才是第一个冲进柏林的，好不好？但是这种他正在做嘛，但是做的越来越艰辛，这也是充分体现了赖桑不读书。在那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我跟你说，你环评政治权力的集中程度，不管是小罗斯福、斯大林还是戴高乐，他们在自己的那个政治集团内，绝对都是独裁者的程度，说一不二。没错，其实就连丘吉尔在战时的时候也是霸道到不行嘛，他都把他的老前辈张伯伦一脚踹了。随便举个例子吧，县市泽盛难道不独裁吗？独裁的很啊，他把他所有政敌通通抓起来了，对他唱反调的俄语电视台通通关掉，改成乌克兰语电视台，不是就这样吗？讲白了，赖清德的程度真的不好，所以我都怀疑那一篇可能是赖赏10奖，其中1奖没出来的，第5奖之后的某一奖吧，天晓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台湾是不是要再经历一次身份认同的转换，而做一个华丽的转身？而刚才王笑的暴论呢，就拉回了这一点。第3次的转身，从一个去中国化的过程转到一半，台湾人渐渐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词，但是华人或中华民族勉强还认同的状况，又转回来。有没有可能？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陈之汉馆长的话，那他还搞不好还真的可以说他是地下总统哦。所以以3立打击他的强度，以绿媒攻击他的强度，我真怀疑他是选总统，不亚于当年柯文哲被虐待的程度。所以从这样来讲，台湾人确实有一个契机是可以摆脱现在可能即将来临的新雅尔达体系或者是各种新的体系的乱局。那我把这个问题丢给大家，因为老实讲我不方便再讲下去，这原因等等种种了，没关系，等823选完了，我一定会去大陆的哈，大家放心啊。就预告一下，接下来我的重点就是两岸交流的问题了。总之，我想今天我们把整个世界铺平开，再收缩哦，从双普会谈到两岸问题，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这一些地缘政治的变化，我们都是身在局中，但是也在创造历史。所以，如何找好自己的定位，就要多看岛岛连线。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乱局之中呢，创造个人的幸福，也可以像我们呢继续在吃瓜吃下去。我的目标就是活125岁起跳，看看这世界要变什么样，这是我的一个目标。分享
享给大家。那希望呢再次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视野跟看法。我相信我们这一集所讲的非常多的内容跟观点是在其他节目从来没有人讲过的。事实上，因为我最近也没什么时间论述这一块，所以我也把这样的一个东西透过岛岛连线给大家发布了出来，希望给大家更多的一些想法跟看法，好吧？那总有未尽之处啊，希望大家多多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跟看法。那再次说一下，岛岛连线的呈现模式呢，是王骁的团队跟历史哥的团队的各剪一支片，来看看两岸小编怎么去诠释，然后我们各自放在各自的平台上面，所以大家最好是两边都把它看完，才可以看完真正的完整版哦。OK， 那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或者是一键3连哦，让我们呢有更多的受众可以了解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啊，也可以让大家有更多新的一个视野，好吧？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希望呢大家跟我们继续一起超越极限，变得更强。我们下次再见。好，下次见，拜拜，拜拜。